歡迎來到 AI 學習筆記。今天我們來聊一個叫 TurboQuant 的東西，它的失真率幾乎做到了最優。你肯定知道，在大語言模型裡有個東西叫 KV 蠢存，它的問題就是你輸入的序列越長，它占的地方就越大。它記住了所有之前生成內容的鍵和值，這樣就不用一遍一遍的重新算了。但問題是，這個記憶是線性的，你給它一句話，它占一點內容；你給它一本書，那內容就蹭蹭的往上漲。這對現在追求長文本、長對話的模型來說，簡直就是個頭疼的大問題。那怎麼辦呢？一個常見的辦法就是量化。傳統的量化方法有個自帶的麻煩，它有額外的內存開銷，因為它得給每個數據塊存一些額外信息，比如零點啊、縮旁因子啊這些。這麼一來一回，每個數字就得多花1-2個比特。而 Turbo 款的用一種跟數據本身無關的方法，把這些額外的常數全都幹掉，實現真正的零內存開銷。它的核心思路其實非常巧妙，就是分2步走，把壓縮和糾錯這2件事兒給徹底分開了。第一步，它會用掉絕大部分的比特預算，比如 b 減1個比特來做一個高質量的壓縮，主要目標就是把均方誤差 MSE 降到最低。然後，他用手裡剩下的最後那1個比特，對壓縮後剩下的那點誤差，也就是殘差，做一個叫 QJL 的變換。這個變換的目的就是專門修正計算內積時候產生的那種看不見的偏差。好，那咱們先來仔細看看這第一步 MSE 優化量化，有時候也叫 PolarQuant。這個過程有4個關鍵操作。首先，它會拿一個隨機的旋轉矩陣去乘你的輸入向量，這麼做能讓數據的幾何結構變得更簡單。第二步，旋轉之後呢，每個坐標的數值就會很神奇地服從一個集中的貝塔分布，這個分布在高維空間裡看起來就跟高斯分布差不多。第三步，旋轉之後，這些坐標之間就變得幾乎完全獨立了。有了獨立性，又知道了分布，那第4步就水到渠成了。對每個坐標單獨用最優的標量量化器，也就是劳埃德最大算法，來找到最佳的量化點。你看这個偽代碼其實就是把我們剛才說的那一套邏輯給寫出來了。最核心的就是這個派乘以 x， 它做的就是隨機傳轉，然後算法就看每個坐標的值離哪個預先算好的質心最近，把那個質心的索引存下來，量化就完成了。好了，現在咱们來看第2階段。要知道，第1階段雖然把均方誤差搞得很低，但它有個副作用，就是在計算向量內積的時候，會引入一個系統性的偏差。所以第2階段的存在，就是為了專門來擦屁股，把這個問題給修好。它的流程是這樣的：首先，它會算出原始向量和第1階段壓縮又解壓回來的向量之間那個非常微小的差別，這個差別我們就叫它殘差。然後他就對這個殘差向量用上我們前面提到的1比特 QJL 變換，最後呢，把第1階段的結果和這個處理過的殘差合在一起，你就得到了一個非常準確、沒有偏差的內積估計。所以說，這第2步就像一個數學上的驗證盒，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再看這個算法2的偽代碼，它就是在算法1的基礎上多了2行，一行是計算這個殘差2。另一行就是對這個 R 做 sin SAR 操作，你看，這就是 QJBL 變化的核心所在。說了半天 QJL， 咱們來深入看看它的數學原理。好，我們來看這個正式的數學定義。你看，對於一個叫 LJL 變換矩陣 S， 所謂的 QLJL 映射 HSK 做的操作其實簡單到不行，就是把向量 SK 裡的每個數都取個符號，要麼是+1，要麼是減1，然後那個內積估計器 prod QLJL 呢，就用這個全是+1和減1的符號向量，再加上原始向量的長度信息，還有查詢向量的 JL 變換結果，把內積給估算出來。論文裡有這麼一句話，我覺得特別關鍵。他說 QJL 的失真邊界常數小得驚人，這意味着你把其中一個向量壓到只剩下一個符號位，竟然不會造成任何精度的損失。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反直覺？
但它確實就是這麼強大。那這種神奇效果就在於這個所謂的非對稱估計器。你看，這裡面有兩個向量，一個是存儲在緩權裡的 key， 另一個是新來的 query。它倆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樣的。key 向量它先被 JL 变換，然后被狠狠地壓到只剩下1比特的符號。但是 query 向量呢，它雖然也做了同樣的 JL 變換，但它本身沒有被量化，還是保持着原來的精度。就是這種一邊極度壓縮，另一邊保持高精度的不平衡設計，才最終得到了一個沒有偏差的完美結果。行，理論講了這麼多，但它在實際應用裡到底行不行呢？咱們看看基準測試的結果。首先看內存，用了 TurboQuant，KV 卡层的內存占用最少也能減少到原來的1/6。再看速度，在英偉達的 H100 GPU 上，只用4比特的 TurboQuant，跟没壓縮的32位符點數比，注意力 Logit 的計算速度直接飆升了8倍。讓我們看這個 Longbunch 的測試結果，你看這表格啊，用 3.5 比特的 TurboQuant， 它的性能表現跟用16比特的全精度模型幾乎一模一樣，小數點後差那麼一點點。同時你看它比 KRVI 這種其他壓縮方法效果要好出一大截。所以咱們來總結一下 TurboQuant。第一，在向量搜索上，它比主流的 PQ 和 RabbitQ 召回率更高。第二，它不需要任何調優，拿来就能用，不用为特定数据集去訓練什麼碼本。第三，在那種大海撈針式的長文本任務裡，它能做到100%的檢索成功率。最後也是最厲害的，它能把 KV 存儲壓到3比特，而你幾乎找不到任何精度的損失。這就引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你看，像 TurboQuant 這樣的技術，幾乎是在不損失任何精度的情況下，把壓縮做到了理論極限。那麼 AI 效率的下一次巨大飛躍，你覺得會從哪裡來呢？